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大家欢迎回来到我们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来加入我们这次下午的场次。那这次的场次呢，我们是由 TNUA 这边是在主办，所以我们这里会有串流的声音进来，那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那我们这次的活动呢，它的这个主讲人是魏婉容女士。Wow, hello everyone. Good afternoon from 大家午安。 Wanrong. I am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OISA, which stands f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inema. 那大家好，我是魏婉容，那我是 OISA 国际剧场组织的执行长。所以大家可以听到，就是我每天的这个工作呢，我是跟很多艺术家、设计师，然后还有评论家一起合作，然后我们都在讨论这个艺术。所以我今天非常的高兴有机会能够在这里来跟大家学习。那今天呢，我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所以我们等下会请这个吴艺轩女士，然后上台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简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语谈者，他们会过来跟我们一起演讲。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吴艺轩女士。吴艺轩女士是我们台湾碳权交易所的协理。Hi everyone. 嗨，大家好，我是吴艺轩，是台湾碳权交易所的协理。那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新的公司。那我们是今年10月7号才成立的。8月7号，不好意思。那我们其实还是一个非常新兴的公司。那这是我们第一次台湾有这样子的碳权交易所，来应对未来的2050年的净零排放工作。那看我们未来要怎么样去进行应对。那这个2050净零排放呢，不只是台湾的一个目标，也是全球的目标。那我接下来的演讲会是以中文为主，所以大家可以转到口译的频道来听中文的演讲。不好意思，我切换成那个中文频道。那其实全球最近几年都在谈气候变迁，谈净零，但是这其实不是我们第一次谈气候议题，对不对？其实之前在很久很久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被教育，我们要随手关灯，我们要做垃圾的回收、分类。甚至台湾最近几年减少用垃圾袋，用塑胶袋，然后呢，甚至我们去买最有名的 tapioca milk tea 的时候，我们没有吸管。对，这些其实都是环保的一环。可是为什么最近气候变迁被谈论的这么多？其实是因为现在的冲击已经到了一个我们没有办法忽视的程度。那今年呢，其实是全球其实历史以来全球发生气候灾难最多的一年。我们超过25起，损失金额超过10亿美金的
气候灾难，包括野火啦、洪灾、干旱，好，或者是其他的台风等等。所以大家开始意识到，气候变迁是全球的，是 global 的。它不是在单一地区，或者是在单一国家，也不是单一国家的一个责任，是要全民，而且是全球的公民都要有 action 的。OK， 那联合国其实在2023年3月，就是今年3月的第6次的评估整合报告里面，其实就有说，我们现在的生态系统已经面临冲击，地球在10年内会跨过暖化的临界值。然后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对我们来说，气候上升到底有什么影响？简单的直接讲结论，气候上升只要增加0.5度，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极端气候灾难就会增加2到4倍。所以我们刚刚说，今年全球损失超过250亿美金在气候变迁上面。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再上升0.5度，接下来可能是面临1000亿美金的一个损失。所以为了环境永续，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有所行动。而碳权就是为什么台湾现在成立碳权交易所，碳权呢，就是可以激励这个 action 的一个工具，而且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工具。所以我今天的 presentation 我会 cover 3个事情，一个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碳权，碳权到底是一个 cost， 还是它可能也会是一个商品、一个商机。那另外一个是好，台湾成立了碳交所，我们会怎么去协助减碳这件事情？好，怎么去达到我们2050的净零的一个目标？那最后就是今天来的可能很多都是文化产业的伙伴。那文化产业这个部分要怎么做碳管理？那这个是我今天会跟大家介绍的。那所以其实要讲碳权这件事，我们要先讲碳定价 （carbon pricing）。目前呢，其实全球有136个国家都宣誓2050要净零排放 （net zero）。但是呢，其实全球的碳排还在持续增加当中，气温也在持续上升当中。那开放或者是成立碳权市场，就是各国迈向净零目标的，可以说是关键的战略之一。怎么说呢？目前呢，其实有39个国家实施 carbon pricing， 然后呢，但是它 cover 的只有116.6亿吨的 CO2 equivalent， 好，然后呢，它只占了23% 的 carbon emission。好，那但是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做。那今年去年跟今年，就是这2年，其实有越来越多个国家都加入这个行列，所以我相信我们这个 carbon pricing 会，就是政府的这样 carbon pricing 会越来越多。那为什么 carbon pricing 是重要的？其实目前的工具有，我好像要往后看。其实目前的工具来讲，我们有分 mandatory 的 mechanism 或者是 voluntary 的 mechanism。那其实像欧洲啦，或者是英国等等，他们实施的 cap and trade， 这个是，或者是日本、新加坡、法国等等实施的 carbon tax， 这些都是强制性的，就是政府定一个价格。那包括之后台湾会实施的，在2025年会实施的碳费，这个都是一个强制性的机制。政府用 carbon pricing 告诉大家，
排碳是有价格的。那有了排碳有价格这个观念之后呢，才会有 carbon rights 或是 carbon credit、carbon allowance 的产生。那另外一个机制用来辅助强制性机制的，就是所谓的自愿性的机制，我们叫 carbon credit。那通常呢，在强制性的机制之外，还会有一个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carbon offset， 用一些 project 或是 credit 去做，把你的碳排给抵消掉。好，那台湾呢，除了实施碳费，我们还会有自愿性减量专案额度。那这两个都会在就是台湾碳权交易所上面做交易。好，这个是台湾的净零时间轴。其实台湾开始的非常的晚，我们2021年宣誓要净零排放，然后呢，2022年国发会公布了台湾的净零排放路径。那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2月，我们才通过了气候变迁因应法。可是很快的，在8月，台湾碳权交易所就成立了，然后2025年会实施碳费，那希望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净零排碳。但是要怎么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其实主要是从盘查开始。我们要先知道到底企业或者是我们到底排了多少碳。我今天到高雄来是从台北坐高铁，然后呢我就去查，我发现我这样来回会排放，就是我坐高铁来回的话会排放22公斤的碳。但是想象我们的 event 可能有很多，大家有些坐飞机，有些坐高铁，那这样子的 travel 其实无形当中我们制造了很多的碳。所以要排碳要减量之前，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排了多少碳，然后呢再来谈要怎么减。怎么减之后用什么样的工具，比如说做什么样制程上面的减量啦，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做减量，那最后才能够达到一个碳中和。这个图我在猜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这个是碳盘查的一个图，所以它会分 Scope 1、2、3。好，Scope 1呢是直接排放，意思是你的工厂或是你的办公室的这些设备，好，包括你的电脑会有的排放。然后呢 ，Scope 2是能源的间接排放，意思是你的电力或者是蒸汽等等。所以说台湾的排碳系就是电力的排放系数是0.495，那意思是说我们的那个就是能源这一块算出来的碳排，就是我使用多少度电乘上0.495。是这样子来做计算。那 Scope 3呢，就是你的上下游，或者是现在很多企业都不坐公务车了，都是用租赁的，所以基本上就是把从 Scope 1移到 Scope 3去。所以你说减碳，有时候可能只是搬移，不一定真的有减到碳，只是把你从 Scope 1移到 Scope 3，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这整个为什么，尤其是其实文化产业用到很多都是 Scope 3， 就是很难减的那一块，因为你都要靠别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好，那我们来看看，就是有什么方法来，这个大家都很熟悉，苹果的
Apple 的 Apple Watch， 他们最近做了一个就是碳中和的 watch。那怎么做的？其实它除了用干净能源，100%的干净能源，然后呢，在原物料上面先做了一部分的减碳，制程上面，甚至在运输上面都做了很大程度，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已经减掉了80% 以上的碳。然后最后一里路，他们用 carbon credit 来做达成，来做 offset， 然后达到整个产品是就是碳中和的状态。那其实 Logitech 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只是它是运用在整个公司，就可能它的代工厂都在海外，所以它比较多都是 Scope 3的。那所以它其实99% 都在 Scope 3，所以它是用了很多的project 的 credit 去做 offset， 然后达到，因为我刚刚说 Scope 3是最难减的，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取决于你自己，要取决于你的供应商，取决于你的下游、你的运输的厂商。好，那除了说就是用 offset 的方式，我们刚刚讲的都是用就是买碳权去做 offset。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我们现在有文创商品嘛，那其实这个东西就算是碳创商品。怎么说？Adidas 做了一双球鞋，它本来呢其实碳排放会有到4公斤的，但是呢它做了完之后呢只剩2.94公斤。那原因就是像 Apple 一样，它其实90%的制程上面都做了一个低碳的处理，对，然后所以它可以用很低的碳排做这样的球鞋。那这样的球鞋卖的就会比原本的球鞋要来得贵，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我消费这样的球鞋，其实表示我认同低排碳的概念，所以还是很多球鞋，就是它出来之后，其实很多人买的。那 Asus 它是做笔记型电脑的，它为了要解决企业，我刚刚说，如果你买了电脑，你是算是 Scope 1的排碳，对不对？那如果它在电脑的部分都帮你做了碳中和，你买进来其实就相当于0排碳，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企业解决方案。所以换句话说，他们不把 carbon emission 当做一个 cost， 而是把它当做一个概念，一个商机。这个是信用卡的部分，其实也是类似的概念，就是去计算你的碳足迹，那你的信用卡是一张0碳的信用卡。那碳交所要怎么来帮助企业？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业务，包括国内的碳权交易、国外的碳权交易，跟我们会有一些教育宣导的部分。那国外的碳权交易会是我们最先开始推出的，这在今年的12月底左右，我们就会推出这样的服务。因为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责任是 global 的，我们减碳也是 global 的。气候的风险是发生在全球每一个角落。这是我们国内的部分，就是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会用自愿减量，因为台湾会实施碳费，所以是用自愿减量专案的额度去做交易，就是一个一个 project。那我等一下会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像场馆啊，或者是文化产业这边可以做什么样子的 project。那国外的部分，这个可能比较 for 企业，或者是一些近期的推广。所以我们其实最主要
不要说价格发现，我们其实是要让大家知道排碳是有价的，把这个观念深植在大家的心目当中，他们就会想办法去做减碳的动作，就会有 action。那有了 action 之后，你就会想什么样的科技可以促进这样子的行为。那文化产业的部分其实要分3个部分，一个是场馆，然后呢再来是中间的低碳制作，因为我刚刚说其实文化产业大部分的排碳都在 Scope 3，然后呢最后是有没有办法剩下的这些废弃物还可以再循环再利用，变成一个经济的循环。OK， 那场馆的部分其实就包括我的能源管理，然后呢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101大楼它在停车场，它就换了1层楼的停车场的 LED 灯，当然它的规格是比较特殊的，然后所以呢它就这样子把它变成一个 project， 然后他去申请就是自愿减量专案，那也获得了，其实它的 size 不是很多，因为它只有1层楼，所以每年大概只有几百吨，可能只有300-400吨之类的一个效果，但是1层楼就会有这样的效果。那101大楼他们在今年甚至明年会把就是所有租户的都把它换成 LED 灯，对，那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减碳的效果就会变得比较大。那场馆其实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好，包括在能源上面，或者是在建材上面，可能一开始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所以这个部分比较困难。但是能源效率的部分其实是可以做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低碳制作，就是我们刚刚讲 Scope 3的部分，其实差距很大。那包括说，我们原本可能来看表演都要拿那个票券，那现在全部都可以做电子化，甚至包括你的 brochure 都可以做电子化的动作。然后呢，强调在地化的制作跟生产，好，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透过在地化的完成，那精简移动的这个人力。那布景的部分，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也可以做一些电子化，或者是之后可以重复利用的道具。好，我知道台中的书展，他们后来就是用就是很原始的那个棚架，然后就搬过来直接展出，展完之后再放回去工厂里面。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就是循环再利用的概念。好，那场馆的碳管理呢，其实我觉得上面其实比较难，就是这可能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只有20% 是建立在建材的碳足迹上面，80%其实都是中间的制作物啦，或者是你照明设备、空调等等所产生的，所以场馆真的要做碳中和，其实说真的不容易。但是如果是表演的话，大家看到60%来自于你的 transportation， 对，所以这一块其实是可以。然后你的制造跟原料的采用也占了30%，所以这2块都是可以比较好的去做利用的部分，可以做减碳的部分。这个我跳过。那这一块呢，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台湾除了碳费之外，就是强制性的碳费。那碳费是一个排放源超过2.5万吨以上的话，我们才会做就是课征的动作。所以它是用一个一个排放源。那其实2.5万吨真的不少，所以通常是类似像工厂啦，或者是那种
比较大、用电比较大的这样子的排放源才会达到。那其他的就是低于2.5万吨的，我们就可以用自愿减量专案机制，然后达到的减碳效果，就可以申请碳权，然后在碳交所交易。其实台湾的碳权因为有稀缺性，所以它的 price 来讲，相对是比国外来的高很多。就是如果是台湾本土的案场的话，好，所以像我刚刚说，101的 LED 的汰换专案，如果是别的国家，可能10块钱不到，10块钱美金不到，就是1吨。我们现在交易都是用1吨来做计算，所以1吨可能不到10块钱美金。但是台湾的这样子的案子就可以卖到80块，甚至到100块美金。好，不是说就是这个，也不是说就是换 LED 灯很困难，或者是它的成本很高。其实主要是就是台湾的案子太少了，然后大家呢其实都想要用台湾的案子，所以在这一块上面就是其实是可以琢磨的地方。但是呢，它还是要经过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好，所以其实一个案子大概都要经过1年到2年才会取得，就是真的取得并核发碳权。那要怎么取得？其实还要先经过，就是除了你按照环境部的方法学，目前有200多个方法学，好，然后撰写你的计划之外呢，那你还要经过一个查验的机构查证。台湾的环境部目前核准的有14家的查证机构，那经过查证机构确证之后，那再提交给环境部做审议。然后呢，注册完，这只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大概就会花费可能3个月左右。那第2阶段就是你真的去执行这样子的动作，你前面先提了计划，后面呢，我真的去做这样子的计划执行的时候，那执行完你还要做一个 monitor， 好，有一个 monitoration， 然后监测完之后呢，还是要再经过一次查验机构的查证。那这个其实查验机构查证都还是有一些费用的啦。那最后呢是环境部的审议，那才会核发就是减量额度。但是如果是比较简单的案子，就像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是能源的案子，或是换 LED 灯的，就是这样子的案子的话，可以省掉这一块。好，所以就是你只需要做1次查验，因为这些方法学都很确定，可以减的那个额度也是非常的容易计算。那经过这样子，可能大概，所以如果是这边不需要做查验的话，其实整个可能会缩小到8个月左右。好，所以大概8个月到2年的时间，你可以做一个案子，那其实就可以有碳权在碳交所上面做交易。然后可能对于就是这些排放源只是一个激励的效果啦，就是不是一个赚钱的方式，但是呢，就是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效果，尤其在台湾，因为它的 price 是比较高的。好，那目前呢，我们是依照气候变迁因应法第25条，所以现在其实有93个案子注册通过，已经核发的案件大概有31个。那核发的额度现在还不多，就是大概2437万吨。但是我们相信，在就是台湾真的开始实施碳费之后，就是2025年开始实施碳费之后，这个案件跟核发的额度可能就会加速。对，因为其实大家都一样，
有压力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要去正视减碳这件事情。对，好，这个是PwC 2022年净零排放经济指数报告。然后呢，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在这边，就是目前的全球平均脱碳率是2.5%。可是如果我们要在2050年达到净零排放，我们需要17.2% 的年脱碳率，换句话说是目前的7倍，所以我们的速度真的必须要加快，所以大家 action 吧，谢谢大家。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Grace. 非常谢谢 Grace。那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晚一点会有 Q&A 的环节。接下来我要欢迎周纯峰女士，那她是从菲律宾来的讲者。那现在请周纯峰先生，那现在请他来跟我们分享。Good afternoon, everyone. 大家下午好。这一场合我们是要用英语讲，所以我先切到英语哈。I'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for being invited. 那我要先感谢各位邀请我来谈论就是文化脱碳的议题。那我的名字叫做 Anthony 周纯峰，我是德拉萨大学校长永续发展的顾问与研究员。那我同时也是联合国国际资源专家的委员。那我这次要来跟各位谈的就是从资源的角度来看文化脱碳。那首先，让我来揭露英国国家剧院的一句话：跟所有的产业一样，戏剧也会产生影响。我们创作的是一个暂时的作品，那这个暂时的作品需要用到原材料、热能、光和声音，需要人们在特定的时间前往特定的地点。然而，我们相信戏剧是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我们讲述故事，塑造文化，鼓励感同身受和理解。那我们的行业是由富有创造力和灵感的人所组成的，我们是积极推动变革的一群人。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剧院他们了解到自己对环境的影响，那同时也看到我们可以透过讲故事、文化的影响，还有培养同理心来激发改革。那这是文化产业能为永续发展做出最重要的贡献。那我前一位讲者刚刚他有讲说，不同的行动都会有不同的碳排。那我们希望把所有的利害关系人都加进来，来看我们的表现，然后来一起去达到减碳。当然，这些是无形的工作，但是这些也是无价的。那从联合国角度来看呢，当前的永续发展的框架是要实现经济增长，但是是在不损害资源消耗的这个前提下，所以我们要将经济活动、资源使用还有环境影响之间明确脱钩。那这也是我们今天关于碳排放的话题。换句话说呢，我们需要使用更少的资源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应，同时将环境的负面影响给降到最低。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我们能做到净零。这个全球脱钩的战略，应该在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不同领域付诸实践。
那我们有17个永续发展目标。那我同时也和菲律宾的政府一起在沟通，希望我们能够达到这17个永续发展目标，但目前我们只有9个这样子。那我们现在专注的目标是在第12点，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因为这个贯穿了这个原材料产品还有服务的投入、产出还有循环，那这是包含了所有的产业，包括艺术产业在内。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水资源啊等等。那同时，在投入产出这中间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能源效率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合作，创造协同效应，来解决不同领域的这个永续发展中的挑战。再来，系统性的思维应该要着眼在产出跟资源的效率。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节约资源，我们要尽量为未来的下一代来节省更多的资源。我们要在产出的同时减少投入，同时为所有在地球上生存的人提供相同的福祉。那在投入方面，我们将谈到能源、水跟原料。碳排呢，它并不是突然就是无中生有的。要减少负面的影响或是污染，我们必须要使用整体的系统思维来去思考，我们称之为生命周期的思维。那像是剧院里面消耗1单位的能源需要上游的发电，那可能是来自于再生能源或是来自化石燃料，这就是我们的选择。那如果在露天音乐会上丢弃脏的纸杯，那是不是要增加我们额外的垃圾掩埋，或是污染水呢？所以我们也要考量到这一点。生态系统也是我们的生命支持系统，我们必须要消除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在所有的经济活动里面，都要避免产生这些对周围环境有负面影响的物质。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替换掉某些有害的材料，或是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来参加音乐会，可以搭公共交通来，而不是开车来。那图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临时的这种音乐会舞台。那我想，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在 COVID 期间，大家都被关在家里面，没有办法去现场听演唱会跟音乐会，所以在 COVID 期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观众，他们其实很想要回到音乐厅听音乐剧。所以，这个音乐剧的展演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上面其实有益的，但我们也需要考量到它对环境的影响。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要评估我们的营运，要检查我们在哪里消耗了什么样的能源，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简化一些流程，是不是有一些再生替代品？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说这里有一个案例的研究，我们并不是说这份研究就是完全正确，但是这是给我们一个参考。所以在瑞士这边有一个研究报告，他们考量了许多的因素，像是这个展馆的重量、隔音、隔热等等，以及他们把这个
隔热性，也考量进去，在展演厅的建造上面。那另外，在考量到展演的这个通风状况，也可以减少我们对能源的消耗。如果它通风比较好的话，就可以使用比较少的能源。那在这个部分呢，他们是把使用不环保的材料，比如说铝，然后换成别的材料或减量。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舞台上面的一个改变，那就是雪梨歌剧院这里的一个变革。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将永续还有资源保护纳入这种永久性的基础建设，而且他们已经提前5年获得了碳中和的认证。那所以这是雪梨歌剧院2017到2019年取得的主要成就。那像是他们展现了给这些观众看到说他们是怎么样在场馆里面运用一些能源减排的方式达到永续。那今年2023年是他们的50周年，他们希望获得澳洲绿色建筑委员会 GBCA 颁发的6星级绿色星级绩效评级。那并且希望能够符合国际标准 ISO 20121，为活动表演取得这种永续活动管理的认证。那同时，我上个月也在一些活动上面跟很多人见面，然后跟这个雪梨歌剧人的见面，他们确实告诉我说，能够获得这样的认证，对他们来说是非常有鼓励作用的。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雪梨2020到2023的环境行动计划里面，他们是非常符合 SGD。那他们在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面向，比如说能源、水、材料采购、废物、气候变化、运输等。那我们可以看到，节约能源可以从这么多面向上面开始进行。那我想要回到这个无形的部分，你要怎么样把你的观众一起纳入这样子的一个永续发展运动当中？所以我呢，其实是一个以工程师的视角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环境永续，和资源保护纳入艺术领域的一些要点。那所以非常谢谢各位听我的演讲，谢谢。谢谢 Anthony。所以虽然 Anthony 说他自己并不是个艺术家，但是他其实已经也慢慢的从他原本讲的这个工业领域过渡到创意产业了。那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讲者是 Stanislaw Suhora， 他是 Sonora Music 的 CEO， 欢迎他上台。Yeah, that's good. Yeah. Hello. 大家好，午安。非常感谢非 CP 主办今天的会议，也非常荣幸能受邀来跟各位分享。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碳权交易，然后慢慢的转向艺术产业的行动。
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从中型机构的观点来看草根行动。所以这边就是我的这个标题。那我们 Sonora 音乐经纪公司就是一个这个艺文机构，我们支持这个个人的艺术家到这个音乐团体都有，这个后面我都会再跟各位说明。那前面的讲者简报真的是做的非常的精彩，但是我在做简报这方面真的没有很厉害，所以如果我的简报太简陋的话，就请大家多包涵哦。在上午的议程，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就是小小的政策改变、小小的贡献，其实都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组织来减排、减碳。也许我们没有办法100%的脱碳，但是每个人的一小步都能够是减排的产业的一大步。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任职的公司的案例，以及他们所做的这个气候行动。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素材的选择来讲起。前面的这个周老师就谈到说，能不能够改变你使用的素材，确实是可以。那 Grace 在她的简报里面也谈到低碳制作嘛，所以即便我们不是生产者，我们能够去选择比较低碳的素材。所以举例来说，像这个传单，我们的公司其实不是做传单的，也没有做很多的印刷品，但是每一季呢，我们都会去告诉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说，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划，那我们就会印制一些这个小手册啊、传单啊，然后发放给这些业界的相关机构跟单位。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选择这个再生纸，但是在欧洲这种再生纸其实还是比传统的一般白纸还要贵。那我们就愿意多花一点钱来提倡支持环保，所以我们其实蛮高兴说每一年就是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印刷品发完，就是我们不会过度的印制，不然可能会造成很多的这个浪费。接下来看到就是 CD 包材，我们没有在做专辑的这个包装嘛，但是我们一样可以选择你要用什么样的材料来做包装。那我们通常是选择这种环保的这个包装，像这样子。跟各位分享一些数据一个标准的这个 Jewel Case CD 盒可能只有150公克，那环保包装的话，里面只有65公克，所以几乎减掉了50%的这个用量那你想，只是一张 CD 如果你今天运输的是多少张 CD， 那这个影响其实是蛮惊人的。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非常开心，能够透过这个包材的减量来达到环保。那我们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不是做包材的，那我们就是去选用这些环保的，透过再生材料制造的这个包材，那也为循环经济做一份心力。那再来就是培训我在这个芬兰的一个比利时的一家艺文机构
看到这个很棒的这个概念。在几年之前呢，我们这家这个经纪公司哦，就常常例如说搭火车，就是不会在欧洲搭飞机，但是来台湾真的好像必须搭飞机哦，不然陆运可能会花很久很久。那我们在欧洲通常就是搭火车，那尽量可以的话呢，就请就是艺术家尽量减少这种长途的运输。那我们也鼓励大型的这个表演团体都尽量搭火车。那这个也是有一些挑战啊，这个我等一下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看一下这个搭火车跟搭飞机的这个比较。所以这是我几天前上网查的，所以是蛮新的资讯。假设是同一天，我们从柏林到巴黎，当然需要转乘啦。你要从柏林大概9点半的时候，然后大概可以6点到巴黎。那直飞从柏林飞巴黎的话，就是大概2小时。那我们一看之下就觉得，当然就是搭飞机比较快。但是如果各位这样看，刚刚说这个柏林到巴黎搭火车要8小时多，但是我们去想一下，你从柏林搭到飞机，过海关安检，然后然后到戴高乐机场，时间好像越来越靠近了哦。所以，我身为一个这个总裁，对我来讲，我可以一整天都在这个火车里面，然后有稳定的这个 WiFi，但是在飞机上，你过安检之后，其实有时候可能会要排很久啊，会遇到一些问题啊等等。那这边是另外一个例子哦，这个是维尼奥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的这个巡回演出。那我们就跟这个小提琴比赛的获奖者，所以非常谢谢于旭跟后庭的这个协助。所以我们在规划这个国际的巡演的时候呢，我们通常这个旅行交通的预算是没有太多限制的，就是我们可以随意的这个规划。所以，例如说，哦，今天去马德里，然后明天去莫斯科，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过去会这样做，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比较审慎的来做规划。所以，像是在波兰，我们在规划旅行的时候，就是完全排除飞机。所以，如果只有2个人的话，我们都会从华沙出发。就如果是非欧洲裔的这个艺术家，那蓝色的话就是开车，绿色的话就是火车。那里程当然就是选最短的距离，所以这样可以最大化的减少排放嘛。那所以像这些小提琴得奖者，他们就会以这种路线来走。当然，也可能对他们来讲，这样子这个舟车劳顿会比较累。但对我们来讲，不只是要减碳排，也是希望呢，
能够提升他们的这个旅行品质啦。那以区域的这个层面来讲哦，我们就是希望以区块来规划这个演出，所以像欧洲就比较简单，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一区，那很多国家都蛮邻近的。那再来就是南美，所以是巴拿马、哥伦比亚跟巴西。那亚洲的部分也可以看到，通常就是台湾、日本，就是我们的这个得奖者，然后再来就是南韩还有菲律宾。当然，规划其实蛮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在安排的时候，不知道说，诶，谁会得奖，也不知道你会跟哪一些小提琴手一起来巡演，但是还是成功的做到了。那这个算是我的结论啦。有一些旅行的方式其实比较不会累。那这边就是这些艺术家，他们来到，例如说，威尼斯的圣塔露西亚车站拍下的这个景致，这些年轻的艺术家对他们来讲哦，搭火车其实是非常美丽的一个经验啊。我知道时间到了，那我就分享到这边，谢谢。谢谢哦，我很喜欢他的简报哦。我们下一位讲者来自日本，是 Sasai Yuko 小姐，她是这个皮亚公司以及皮亚综合研究所的总监，我们一起欢迎她。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午安！非常荣幸能参加由 FACP 举办的会议。今天非常开心来跟各位贵宾分享日本的这个现场娱乐产业，以及我们疫后的这个发展。那我也会跟大家分享这个娱乐产业、文创产业目前的规模，音乐展演等售票、销售额等等的相关资讯。日本的这个现场娱乐产业市场哦的这个规模大概是6000亿，但是在2020年呢，因为疫情的影响哦，市场受到80%的冲击。那展演的这个数量呢，也大幅的下降了大概68%左右。那也造成这个市场哦大规模的萎缩，所以在2019年跟2019年相比，真的是大幅的衰退。那疫情发生之后，这个管制也有慢慢放宽。那对于大型的展演也慢慢开放，
只是呢，目前2022年也只有恢复到疫情前90%的水准。那市场的规模呢，要完全恢复正常，今年应该是有希望。那疫情前呢，很多场馆跟这个票务其实也都有受到一些限制因素。这边可以看到不同类型展演的市场规模。这个古典乐是最早开始衰退，接下来是流行乐。所以先是从大型的城市开始复苏，再来是中型的城市。2022年的时候，市场的规模有再重新回升，那我们的观众数、表演场数，也有回升，但是观众数的回升度只有70%，所以回复的程度还是没有到非常的好。那尤其是政府又减少了补助的关系，整体的营收也比较差。那关于票价的部分，我们在疫情前的票价，因为通膨的关系，然后还有劳工的成本上升的关系，票价不断的上涨。那所以，我们从传统的角度来看，表演是在一个场馆里面跟观众一起。那但是疫情之后，我们开始思考说，是不是这种现场的表演已经不再是必要性了呢？所以很多的这方面的市场就流失了。所以这里可以看到疫情前后的比较，然后还有我们跟西方国家的比较。文化、娱乐还有运动的这个产业，在疫情之后，我们要看一下他们在幕后也要有一些改革跟创新，因为这个是大家都面临到的挑战，但同时也是大家的一个机会。那所以我们希望在2030年要有一个改革转型。我们要重新定义我们的社会文化的一个结构。然而，这样子的现场表演，它还是有它的价值存在，对于经济还有 SDGs 的目标都有所贡献。尤其现在气候变迁的危机非常的严重，那所以我们现场的表演其实是能够成为一个解决方案，能够提供有韧性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且把社会的健康福祉一起纳入
同时达成 SDG 的目标。那来谈谈减碳的部分，像日本的传统乐器都是由天然的资源所制成，这就是我们祖先的智慧。那像旁边右边看到的和韵乐坊，他们就是用传统的日本乐器来展现、演绎他们的表演。那同时，我们也有森林中的音乐会，比方说富士山河口湖的钢琴表演，还有熊本市的森林音乐会。那这两个不只是表演而已，这都是沉浸式的一个演奏，邀请观众一起进到森林里面，那听听大自然的声音，听听虫鸣鸟叫，还有风的声音。这就是非常棒的一种音乐会，但我们只有在夏季举办。让我再给各位另外一个例子，像是 Fuji Rock 富士摇滚音乐节，是这个世界上最环保的音乐节。那我们会教育观众要回收垃圾，要垃圾减量。那当他们离场的时候，他们不要把垃圾乱丢，那他们要把垃圾做回收，把节目单也重新回收再利用。那这是一个非常模范的一个音乐会，所以很多其他的音乐会也会争相模仿。那还有这个 AP Bank 音乐节，它用的是生质燃油和太阳能来去做它的电力驱动。那在2021年的时候，东京想要达到的是碳中和，用的方式呢是去做碳抵消。那另外一个让我们能够在2030在Yokohama 横滨市这里能够达到碳中和的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例子。那它是一个 SDG 的一个减碳计划。那比如说，在横滨市的这个剧场，它上面可以看到，它有很大的潜力，能够帮助气候减排。那我们作为一个这个研究的这个单位，我们有在研究 SDGs 跟现场节目表演的中间的关联。那我们希望要打造一个和平的社会，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非常充满关爱跟和平的社会，然后满足所有 SDGs 的条件的目标。所以在我们现在的现场表演里面，大部分都是在首都进行。
那我们的现场表演的产业，是时候该去重新定义我们在未来的一个贡献，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对社会的影响有贡献？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我们要如何提升社会议题的能见度，让我们的社会能变得更开心、更棒？所以最后，我认为我们要透过艺术、文化，还有娱乐跟运动这几个方向着手，然后推广永续发展的概念给观众，所以我们才能够重振人类的这种文化的素质，并且共同共同达到和平。非常感谢。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接下来的讲者陈淑慧女士，她是牛津大学人类地理博士，然后还有创乐者交响乐团的成员。谢谢婉容，谢谢今天大家邀请我来，那谢谢 FACP 还有魏武营组织这个活动。我是 Rachel， 我是创乐者交响乐团的成员之一。那我们这个乐团呢，有专业跟业余的成员组合，是2008年在新加坡所创立。那我10年前加入了这一个交响乐团。那接下来几年，我又在这个乐团里面做行政的工作，所以现在试图要把交响乐推给新加坡所有的观众。我们这个组织并没有很大，我们大概是150个成员。那大部分的我们大概有31个行政人员。那同时，我们在乐团里的人也有自己白天的正职工作。那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分享呢？就是因为永续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跟经济营收相关，看我们有没有经费来去表演。那看我们有没有办法邀请独奏家来跟我们一起合奏，这些都是我们之前考量永续的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这是我们2020年的一个表演的照片。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从本来小小的一个乐团，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人数还蛮多的一个乐团，然后还有很多商业的合作伙伴。那比如说像是迪士尼，也是跟我们合作的一个公司。那我们大部分里面团员是年轻人，所以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涯规划。那大家对于环境的永续要怎么样透过音乐产业来去执行气候的解决方案，这一点都非常有兴趣。那如果大家对于永续发展的治理很了解的话，就知道如果你要有跨领域的这种整合跟改变，都需要鼓励减少消费。那所以 FACP 在跟我说我们需要办这场活动的时候，我的眼睛一亮，就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棒，我要参加。因为在新加坡，我们其实在推进这些改变是蛮慢的，尤其在音乐产业里面。虽然你知道新加坡我们是一个科技
科技的大国，那有很多的这种永续的方案，但其实我们在音乐产业并没有谈到很多永续的内容。所以我只想说，我们能不能透过跟业界交流，去推动一些气候行动的这个专案，去做一些改变？那我想，这个创意性制图（creative mapping） 其实是很多人大家都可以使用的一个工具，来找出目前遇到了哪一些挑战，那又有哪一些解决方法。所以在1个月期间呢，我就大概联络了10个跟这个交响乐相关的人，然后去做了这个互动的这个创意制图活动。那就鼓励他们去画像是这样的这个地图，就问他们说，在这个交响乐内，你觉得有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挑战？那稍微介绍一下创意性制图哦，它其实是一个人类地理学家去搜集地理资讯，然后整理资讯的一个工具。它就是用一种视觉性的工具，把抽象的东西化为具体的这个 idea。所以我们讲到地图的时候，大家都会想到就是一张纸，然后它就是上面会有不同的这个地理资讯，可能会让你联想到殖民时期。那创意制图呢，它其实跟传统的这个投影法或是制图不一样。在学界哦，制图这个词，像是这个 Johannes Vermeer 维梅尔这幅画叫做地理学家，你就可以看到地理学家他穿着一个有点日式的这个罩袍，然后再看一幅地图。在这个殖民时期啊，地理学家他必须要去制图，就是画一些不同领土的这个地图嘛，然后了解说怎么样去劫采那些天然资源。那他们也是这个领域的专业，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的罩袍好像感觉它是一种文化上、阶级上的这个权威。那创意性制图呢，其实它是要来挑战旧有的思想，能够提供另一种观点、另一种不常见的、非主流的这种想法。那我们的重点是要去改变这个权力不平等，而且它是一种协作的概念，让研究员、艺术家、让社群可以一起合作。那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新加坡管弦乐艺术行政人员去思考，在全球暖化的危机期间，怎么样去回应新加坡面临的经济和环境脆弱性。所以在这个月，刚刚说联络了这个10个人，就邀请他们一起来画一个地图，把这个交响乐圈里面的这个问题啊，把它画出来。所以我有给他们一些这个提示、一些说明，说可以画什么。那另外也强调说，这个可以是虚构的情境，可以是前所未有、没有发生过的这个情况。那这边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借鉴自己的个人经验啊，发生的故事啊。那有一些人他们是老师，有一些是音乐家，有一些呢是可能是我们交响乐团的行政人员。那这边我跟大家很快的讲一下，从这个制图的这个练习哦，哪一些主题呢？共同的主题。这个是这个画图的结果，我总共拿到了9张这个地图。然后有一个参与人员说他没有办法画，因为他不会画画。那我现在就告诉大家几个这个跟永续相关的，大家点出的共同主题。那很多参与人员他们谈到的就是资源跟碳排放。那这些呢，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讲者都有一直谈到。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很容易理解，但是在新加坡，其实我们没有真的去重视这些议题，所以请大家就是忍耐一下。
所以，例如说这个排演表演场地运用太多资源，空调设备长时间开着没有关掉，或者说交通、物流的路线安排太多的国际旅行等等。那另外有一个参与人员谈到赞助跟资金，如果你的赞助商他们并不是这个环保形象很良好的公司，或者是甚至产生污染、制造污染的这些公司，那这个对于这个产业的形象是不是有没有影响？那另外有一个人谈到这个由太阳能供应电源的叫这个场馆，就是有政府机构有一套指标来刺激这个艺文团体来在某个日期前降低碳排。第二个呢，就是物质，就例如说像是乐器或是一些相关的这个表演团体，他们常用的素材，手册啊、文宣等等。那他们就提出一个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用这个生命周期的概念。那另外提议说，就是要有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去交换，例如说二手乐器，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这个素材。他也建议说，例如说我们可以用更永续的这个素材来采购乐器，或者是应该要这个乐器的制造应该要采用永续认证的木材等等。那也因为新加坡湿气很高，所以也应该要找就是能够耐湿的、耐炎热气候的这个乐器，那可以减低空调的使用。我不知道说这个有多可行啦，但是这些就是参与人员他们提出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都非常值得未来进一步去探讨。第四个这个主题跟这个企划有关，所以像是办音乐会之类的。那很多的这个参加者就说，富有创意和深思的古典音乐企划，能够鼓励观众和表演者透过艺术参与跟环境相关的议题，然后跟应对气候变化的机构或反抗活动主办单位合作，利用音乐作为媒介，提高人们对环境永续、全球暖化跟气候变迁的意识。所以就是凝聚共识，去点出气候变迁的议题，然后跟环保团体一起来合作。最后一个比较抽象就是对永续的这个态度。有一个参加者他就说，没有环境的话，我们连乐器、连舞台都没有。那他也建议说，可以办这个工作坊来鼓励音乐家去思考永续跟自己的音乐创作有什么关联。想一想，我们使用的乐器，我们使用的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想一下产品的生命周期。那因为这个活动它是在线上进行，所以大家一开始就说：“我要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脑袋是一片空白。”然后有的人就说：“我没有艺术细胞，我就没有画。”但是其实也从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因为这是一个互动性、有创意的这个过程，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试过的话，我非常鼓励大家其实可以去探索这个工具，然后可以开始促成一些对话、一些交流。那如果大家想要做的话，我有一个建议啦，因为这个可以让你直接开始促成对话，不是说有一个中介者，或者有一个主持人来带领讨论。可以看到左边的图，它很抽象，然后很有创意。
那这个画图的人他就跟我说，我昨天做了一个超疯狂的梦，就是梦到说，就是整个社会都毁灭了，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真的是很巧。然后我就说，哇，他真的深入你的这个意识了。所以我真的很鼓励说，透过这些行动，大家会更对这个有意识，会更积极的想要采取行动。也许没有办法马上就去办这样的活动，但是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思考看看。那也告诉我，也欢迎告诉我你们的这个结果，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个简报。谢谢。谢谢 Rachel。我今天这一场结束，应该也是会梦到这个气候变迁还有碳权交易了。好，那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叫做卫武营哦。那刚好下一位讲者就是我们的黄国威，卫武营国家英文中心英云副总监。艺术家真的是充满创意细胞，充满这个设计思维，还有解决方案的这个创意点子，所以也能够帮助我们去因应气候变迁，然后迈向永续的未来。那很快的简介一下这个卫武营，我们是一个这个艺文中心，所以只要你喜欢艺术文化，都可以来看我们的展演活动。我们卫武营有一个这个专门为永续设立的这个委员会，因为卫武营是一个很大的场馆，那节能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我们也希望鼓励观众去改变他们的这个行为，塑造一个新的文化，让大家一起来减碳，然后减少交通的使用量。那大家知道说，很多高雄人他们都会自己骑机车。那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在地现象啦，所以我们可能在周末就是停车格都是满的，然后很多人就说哇，停车位不够用啊，没有办法来听音乐会啊。那我最后都会要处理这些民怨，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要怎么样促成这些行为转变呢？那我们就想到有5个这个切入点，所以不只是从观众这边切入，也从我们的同仁这边，例如说节能，因为电价越来越贵嘛。那再来就是很多人会来卫武营看表演啊，我们也提供越来越多元的服务啊。那很多人也可能来这边就想要喝个饮料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在节能这部分必须要做好。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去推广环保的制作，所以不止我们的自己的制作，还有包含一些音乐表演，然后这个地毯，很多的这个产品都可能会产生碳足迹。再来就是绿色运输，鼓励绿色运输，还有鼓励资源共享，就是不止让我们的制作可以在高雄，也可以，例如说南台湾共享的资源，所以跟邻近的像是屏东其实从高雄只要5到10分钟的这个车程，然后台南也是，也非常邻近，所以我们也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南台湾的这个资源共享平台。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作品制作带到这个乡村地区，打造一个艺术生活场域。所以我们不只是在地制作，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去推广艺文。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永续场馆的想象。好，很快的一一说明哦。第一个就是环境友善、环保的制作。其实很多的这个制作，
他们就只是在周末有表演而已。所以我们有一些制作的节目，那同时我们希望把我们制作的时候用的材料能够回收，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舞台上面，我们这个是10月份众人的摇摆，我们卫武营的周年庆活动。那我们在上面用的是 LED 灯，还有无毒的可回收材料。那这样可以节能，也可以回收舞台上面的金属，这就是节能。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也有在计算我们可以节省多少能源，像去年跟今年我们有做一个对比，1月到10月，我们这边在这中间的用电量减少了7%。那跟去年相比，去年2022年，我们由于台湾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封城，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有营运的。那2021年的时候，我们有3个月的时间是关闭的，但2022年没有，所以我们把2022年跟今年来做比较，发现我们的用电量减少了7%。那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那表示我们真的是有节能，成功节能。那我们也要感谢台电，让我们在一些尖峰时段的电价能够没有到这么贵。那同时，我们也有很良好的这个通风系统，所以让我们的冷气不用开得这么多，所以也会节省一些能源。那这跟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那即使我们的电量减少了7%，但是我们付的电费其实是增加了40%，所以这其实也有带给我们一些预算的问题。政府它其实是有提供给我们一些补助的，那这已经经过批准，也已经把去年决定要给我们的补助发下来，但是这个其实是不够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们决定更换照明的设备，可以每年减少6万多公斤的碳排。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方案就是绿色的运输方案。那也就是我们可以提供回程的车票减免给我们的观众。如果他们拿一卡通搭捷运来卫武营的话，他们就可以有回程的车资抵扣。所以如果他们来参加我们的表演，然后他们是搭一卡通来的话，他们的车资是可以折抵10块钱的优惠。那上个月感谢台湾高雄捷运这边的支持。那尤其是在10月10号，我们有的卫武营周年庆演唱会，那总共有大概1万多名观众来参加。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采用这一个绿色环保运输的方案来的，然后他们就可以获得10元的减免。当然10元并不是很多，但是还是对我们观众来说有小小的补贴。
然后再来呢是打造艺术生活场域，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广场，在我们的建筑物前面。那我们希望让卫武营有越来越多的空间，能够把它改变成艺术表演的场域，这样我们才可以节省室内表演需要的一些能源。那像这个是我们每2个月会有的一个树洞耳机电影院，所以我们在秋天的时候，电影院这边特别的舒服，因为天气很好。那同时还有这个展演，波利路在高雄那座山，那是跟舞团一起来合作。那我们去高雄比较偏远的地方，在那里表演，让观众到这么偏乡的地方来看表演。那其实这是很节能的。那刚刚很多的讲者也提到，其实很多的观众他们的行为也是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节能状况。那当然，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继续探讨更多的减碳节能的方案。谢谢，谢谢 Raymond。那现在是3点多，那我们刚刚已经花了6个小时在讲永续这个主题。那我不知道各位怎么想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开心，觉得充满启发，但是其实却是非常的焦虑的。那就像早上我们听到的饶舌歌，我是觉得非常的高兴，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些沟通讨论当中，我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知道我们小小的行动就能带来很大的成果。可是我们必须要做快一点，我们要做大概以7倍速的方式去前进，我们才有可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成果。那所以，我们要思考，在未来30年，我们的世界要怎么样前进才能够达到永续？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要好好的思考，该怎么样去做节能减碳。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我们的行动行为，我们要把整个思维给改变。以及改变他人的思维。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呢？那接下来我想要欢迎所有的语坛人一起上台，我们来谈谈该怎么去进行。Right. So I will open with 好，我先来问第一个问题。那我们刚刚从各位讲者这边听到，接下来你们要做的一些行动，关于永续的这个议题，大家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有什么样的计划呢？那我作为台湾碳权交易所的协理，我们主要在做的就是碳权交易跟教育。我们要教大家，排碳是有代价的，有价码的。所以我们的下一步呢，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好的平台。给所有的这些企业组织，如果他们想要减排的话，他们会有一个交易所来这边去购买跟贩售碳权，并且鼓励他们去脱碳。
那今天早上呢，我记得我听到了专题演讲有3个行动的这个计划。第一个是数据还有知识，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注于在城市的永续。那我们现在在知道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做的时候之前，我们就要先去做一个计划。做关于治理的话，其实一切最重要就是透明度。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各国的领导者都能够把公开、透明的把未来大家的计划都列出来，这样我们才能知道要怎么样去共同做规划。那接下来的阶段，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可以去做正面的沟通。如果大家在艺文界的话，大家可能可以透过自己的方法来去让自己的行为更环保。那在波兰，我们的城市之间会有一些合作方案。那比如说他们会分享他们的经验，然后可能彼此去分享一些量测的一些结果。那当然，我们也要把这些学习起来。那这是我们现在觉得可以去做的事情，然后影响到接下来的下一步。那从一个组织改变的角度来看，那我觉得时间轴是真的很重要的。我们希望行政人员能够坐下来，然后来探讨我们这个改变的时间轴的安排。那小小的这些标杆的管理，就可以引导到未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那我其实对于 ESG 啊，然后还有测量啊这些，我其实都不是很相信它，但是我觉得确实用这些小小的能够测量出来的结果，一步一步去进行，然后每走一步，比如说每3个月，我们就重新再测量一次，重新再检核一次，检核自己的进步，都可以看到我们能一步一步的成长。5年后、10年后、30年后，我们的成长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那我们现在已经打算投入很多的气候相关的解决方案。那我们是希望能够大家都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那我也同意 Rachel 刚刚说的，要改变组织的这个行为是不容易的。这个议题呢，是我们要有一个内部的流程来去做决策，然后来去做改变跟推动。那其实，在台湾，我们有非常强的这种改变的一个能量，所以我们每做一个动作，每做一个行为，那其实，在做完之后，我们都要回来做检核，来看自己表现的怎么样。那如果观众来参加我们的表演，我们也可以给他们问卷来去看他们对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建议。那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个脱碳的一个社会。creating a synergy of sustainability, collaboration. 那所以我们
的社会，我们彼此要合作，然后分享我们的热情，然后才会对我们整个社会有益。那我想要点出的一点就是沟通真的很重要吗？然后第二个是永续的思维，它其实是不容易的。那我们知道这些做起来都不容易，所以我们才会聚在一起来探讨我们该怎么样去想出解决的方案。那在我提这个 Slido 上面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问一下现场观众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有没有？没有的话，那我们就直接看 Slido 哦。我觉得当一个主持人的难处就在于说，就是 Slido 的问题真的是很难读啊。他第一个问到说，要怎么样避免被定位成漂绿？好，我就先来回答哦。我觉得有一些做法可以来评估这个赞助商他到底是不是有在做事的。15年前呢，我们推出了 GRI 全球报告专案，希望说能够设定一套永续报告的编制标准，让企业不会就是做一些漂绿啊，或者说只讲自己做好的地方，把自己做不好的都藏起来。那当然，这种机制，我们出招，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招数嘛。有时候业界他们也会有一些阻力。以我的大学，它不是一个这个艺术大学，它是一个教育大学。我们会收到一些捐款。那有时候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收到一个这个博弈娱乐公司跨国的的捐款。那我们的大学是一个这个天主教大学，所以我们就是说，哦，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不能收。你要去展现你一些做事的原则啊。如果你还是收了，那就有点问题哦。下一个问题想要问，问题是中文，但是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一点问题哦。他是问说，减碳的这些计划对政府补贴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不确定他是要问企业要获得更多资金呢，是政府会推出更多的补贴？我其实不太确定。我觉得我可以试着回答一下哦。这个应该是跟我的简报有一页在讲说这个自愿减碳计划有关。那台湾的这个自愿机制就是要去补贴这个碳费，就是由这个产业缴交的碳费。但是因为它是自愿制，所以这边没有政府的补贴哦。就是除非你真的去执行，然后你真的去实践了你的承诺，那这个环境部呢，就是政府呢，就会核发这个碳权的证书，来表彰说，哦，这个专案呢，
产生了，例如说400吨当量的这个碳权，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碳权拿去卖来赚钱。所以这个专案因为它是自愿制，所以你能拿到的回馈就是你真的去实施了，把它彻底的落实了，然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个碳权。这个问题我想要再延伸一下来把它跟这个我们的台湾文化政策连接。我觉得可能一个好的做法是说，就是去想一下表演艺术团体有没有这个永续思维，就是我们在设计艺术补贴的时候，也许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诱因。所以我想第3个问题应该是给这个 Raymond。其实 TCX 有帮助我们去实施这个专案。我们其实是参考香港啦，就是他们如果愿意就是搭捷运、搭大众运输，然后多走路。那我们也希望实践到我们的场馆，因为高雄的捷运还蛮新的，所以我们是鼓励大家搭这个大众运输不要骑机车。那其实机车，其实香港不多，那高雄真的是很多。我自己没有车，我也没有机车驾照，所以要怎么样去减少大众骑机车呢？其实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思维心态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可以透过民众来看展、参加展演这种方式，去鼓励他们搭大众运输。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起始点。我们第4个问题是维持制作品质跟打造绿色剧场，怎么样去取得平衡？ Alex 在早上跟我们分享，他能够用同样的预算达到更好的品质，所以大家可以去问 Alex。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调整一下自己的思维、自己的心态，我们不把它看作是一个难题，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艺术上的挑战。我们在制作上我们每天都在处理这个艺术上的挑战、创作的挑战，所以把它视为一个艺术的决策。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 Eco-Scenography， 这是另外一个可以开另外一场论坛来谈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剧场设计其实就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讨论，有没有人愿意回答？我其实也想要延伸这个问题不只是绿色剧场，我觉得更广一点，绿色艺术。我觉得答案很简单我们是一个创意产业，我们今天最不缺的就是创意。所以我觉得要迈向绿色，并不代表你的艺术品质会被牺牲掉，真的是看艺术家、表演者本身怎么样发挥创意，去找到这些解决方案。那我觉得现在科技这么进步，一定有很多事情是我们10年前根本想象不到的，但是今天透过科技的协助，变得更容易了，也更能做到，而且可以更少碳排，所以我觉得这个不难。所以我不觉得说更环保就代表品质会被牺牲。我想要分享一个这个正面的例子，就是今年3月我参加了
英国的一个活动，他们在演这个暴风雨这场剧作，然后就有一个岛啊，然后还有各种的人物啊角色，然后后来就有个人就是被困在岛上，然后这个皇家莎士比亚公司，他们用海滩上收集到的这些海废，然后去堆了那个岛，然后有很多这个应该是就是附近就是港口附近仓库的这个木栈板。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制作是蛮永续环保的。那另外，也常常谈到这个环保永续的这个课题，以及怎么样去面临这个生态危机。所以我觉得，其实从这个设计上、企划上哦，有很多我们可以切入的地方，不管是这个舞台的设计，你要打造那个视觉，你的素材的选用。然后把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不只是为了制作，也是为了告诉观众、传达观众，环境这个保护环境的重要。我觉得今天说到底，我们就是在一个创意产业，创意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哦，那就在我们的手中，就在我们的脑袋里。所以我觉得，不要去问说要怎么样取舍，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挑战，去想怎么样做新的实验，我可不可以改这个改那个，调整一下，然后加上永续思维，我其实蛮乐观的。我觉得永续思维跟艺文创意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共识的。那我们可以透过沟通，透过交流，再去努力。因为我们大家都很会说故事，都很会交流，都很会分享经验。所以如果能够集思广益，我想艺术与永续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很美好的绿色的未来，然后推出更多的气候行动。最后再问一下现场，有没有任何最后的问题呢？真的很喜欢这个问题诶，所以他邀请所有的语坛者，想象一下2035年的表演会长什么样子。有没有语坛人想要分享一下？我想很快的讲到这个概念工具。我觉得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在地社群跟海外的专家一起来合作，然后来办理，例如说音乐会啊、剧作等等，就透过这个远距的方式，就不用这个距离。我觉得未来可以不用再请海外的专家，就是跟在地的人才一起合作。好，谢谢。那因为我们要准时结束哦，有串流直播的关系，因为我们跟这个台北艺术永续论坛有直播连线。好，那我就感谢所有的语坛人跟讲者来跟我们分享，谢谢，谢谢。Thank you all the speakers and also the moderator. And thank you all the audience. 好，我们谢谢所有讲者、主持人跟观众。那我们接下来会进入30分钟的休息时间。那如果想要参加明天的活动，可以记得在前台登记。那我们现在进入30分钟休息，下一场4点开始。